原来有人专门卖鬼。大家好，我是博正，今天分享冥界百鬼里边的几个故事。那先说这个傻鬼，傻鬼呢就要牵涉到一个故事。那据这个耳实录里边的记载啊，说这个有一个叫田乙的绍兴人，他是专门从事卖鬼这个行当的啊，很稀奇，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外号叫做田卖鬼。田卖鬼是怎么卖鬼的呢？这里有一个说法啊，记载里面说呢，是有一天晚上，这个田卖鬼到野外去，那仿佛呢就看见一个怪物，那后头定睛一看呢，好像是鬼呀。但是呢，这田卖鬼呢胆子也大啊，没有怕，就和这个鬼交流。后来发现这个鬼呢是个傻鬼，说什么信什么啊。比如说这个傻鬼问这个田卖鬼呢，你的身体怎么是有温度的呢？啊，怎么是热的呢？啊，田卖鬼说啊，我是刚刚才当的鬼，是新鬼，所以有温度啊。这个傻鬼呢居然相信了啊，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交流。后来呢，这个田卖鬼就想套这个傻鬼的话，他就说，你已经做鬼几十年了，那你肯定有很多做鬼的经验。那我是一个刚刚来的新鬼，很多不懂啊，你就说一下你们鬼呢，是怕什么呢？啊，我以后好注意啊。所以呢，这个傻鬼呢就说，鬼呀，鬼是最喜欢女子的头发啊，但是呢，最讨厌、最忌讳的是男子的鼻涕。田卖鬼一听呢，好像这个有点用哦，待会儿可能会派上用场。所以呢，田卖鬼呢就一直拖着这只傻鬼到天亮。天亮以后啊，就像我之前视频说的那样，有的传说说的是天亮以后呢，鬼呢是不能活动的。所以呢，到了天亮以后啊，这只傻鬼呢就变成了一只鸭子。那田卖鬼一看啊，都已经变成鸭子了，对吧？那再变可能就没了，那就亏了。所以呢，田卖鬼呢就把他的鼻涕呢擦在这个鸭子身上了，果然没有再变了。所以呢，田卖鬼呢就把这只鸭子呢拿到集市上去卖了300钱。所以呢，从此以后呢，田卖鬼呢就靠卖鬼为生啊。所以呢，每到晚上呢，他就把他妻子的头发呀拿一点点出来呢，到森林里边去引诱这些傻鬼，然后呢，再故技重施的把这些傻鬼呢拿到集市上去卖啊。有的呢是卖掉了，有的呢是变成美味吃掉了。所以呢，这就是卖鬼的故事。然后说拘魂鬼，那拘魂鬼啊，说的是冥界抓魂的鬼啊，形象是手持铁镣，拿着名册。那见着这个要抓的这个魂呢，大呼这个魂的名字呢，这个魂就会灵魂出窍啊，最后呢被带到冥界。那据说这个拘魂鬼呢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在古代有一个叫做洪州的地方，那有一个州学的教官，那我们就暂且叫做张教官吧。那这个张教官呢，虽然呢有点才气，但是非常的刻薄啊，对待学生呢也非常的严厉。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种尖酸刻薄呢是变本加厉，所以呢，他的学生呢就想捉弄一下他。刚好呢，在学生当中呢，有一个长相很丑陋啊，面色如铁啊，看起来也傻乎乎的这么一个学生啊。其他学生呢，把这个学生呢叫做张鬼子。那这个张鬼子呢，也不介意别人这样叫他啊，大家呢就想利用这个张鬼子这个特殊的外形啊，来吓唬一下这个张教官。所以呢，大家就在商量一个对策啊，怎么吓他呢？后来呢，大家商量出来了，就扮演这个拘魂鬼呢，来吓唬这个张教官。但是呢，这个拘魂鬼呢，需要一个凭证啊。张鬼子说啊，他听这个大人们说啊，就是社会上的人说呢，你要扮这个拘魂鬼呢，拘魂鬼他来拘魂的时候是需要一张拘票的，那不然的话就没有凭证了，就不能拘魂了啊，看起来不像这么回事儿。那大家呢一时呢也没有办法啊。这个张鬼子呢就说，他看见了别人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大家就在张鬼子的这个指导下呢，做了一张拘票啊，看起来也有模有样啊，像那么回事儿。在当天夜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啊，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到张教官的宿舍旁边啊，准备吓一下这个张教官啊。大家等了很久都没有等来这个张鬼子啊，他也都觉得是不是张鬼子怕了不敢来了，对吧？啊，大家都准备走了。正当大家准备走的时候呢，这个张鬼子来了啊！大家远远的看见，这个张鬼子啊，装扮的还挺像啊，左手拿着铁镣啊，右手拿着名册，也就是那个拘票
有模有样的走过来了，砰砰砰敲这个张教官的门。还不等这个张教官反应呢，张鬼子就从这个门缝当中挤了进去把一旁的同学们全部看傻了。哇，这张鬼子有点东西啊，对吧？然后这个张鬼子挤进去以后呢，这张教官就起身起来，然后点了灯一看是张鬼子气不打一处来就对这个张鬼说，我就知道是你们去畜生干的半夜的跑到我这里吓我我就知道是你们这个时候呢，张鬼子也不慌也没有被吓着不慌不忙的对着这个张教官说，我是奉阎王之命来拘你的魂的说着呢就把这个拘票拿出来给这个张教官看张教官肯定知道你这些小儿科对吧，你这些把戏来吓唬我没用就非常不屑的拿过来在那看这个拘票就他慢慢的在那看。那张鬼子呢这个时候呢就慢慢的把那个包在头上的头巾呢把它卸下来卸完以后呢，赫然呢就发现头上其实是顶着2只牛角的张教官瞥眼一看吓傻了，当即就直挺的倒在地上嗝屁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才明白原来这张鬼子不是装神弄鬼，他就是冥界的牛头狱卒，他就是奉了阎王的命来拘这个张教官的魂的。因为张教官太过的刻薄所以要拘他的魂。所以呢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才来捉这个张教官的魂呢？只因他来的途中呢，渡水的时候把拘票弄丢了幸好呢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做好了这个拘票，才得以完成他本来的使命。这就是拘魂鬼的故事。然后说掠圣鬼，掠圣鬼其实就是冥界派来阳间抓阳间贪官的这种鬼。那掠圣鬼呢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广陵呢有一个寺庙住持叫做明楚。那明楚呢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暂且叫做张某吧张某呢喜欢佛，所以呢两者呢非常的聊得来，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呢张某呢突然生病去世了明楚呢非常的难过，所以呢给他做了佛事超度他。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几个月以后，明楚居然在大街上碰见了张某感到非常的惊恐奇怪，他心说你不是已经去世了吗？怎么我又碰见你了这张某呢就把原委呢告诉了明楚其意思就是张某呢是被阎王任命的扬州的掠圣鬼，说是一个人他一生当中所得的这个钱财数呢是一定的，是注定了的。那如果你的所得数超过了你的应得数，就是超过了你注定的那个数呢，就叫做剩余，那就会被阎王派人呢把它拿走。那不管你是商人啦官员啦小贩等等，只要是人吧你的这个数量呢都是注定了的。那但是呢现在这个阳界贪官污吏很多这些当官的呢就是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把人间搞得乌烟瘴气，那就得了很多这种剩余。所以呢张某呢就是阎王新增设的阎王新增设了很多这种掠圣鬼当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呢张某看见路边有一个妇人在卖花，所以呢就买了一朵呢送给了明楚。然后呢就告诉明楚就是告诉这个住持说，以前呢他没有做掠圣鬼之前呢只知道鬼呢是只能在晚上活动的，但是做了掠圣鬼以后呢居然发现白天也是人鬼杂居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张某就告诉明楚他说只要待会儿你看见有人看见这朵花他会笑的话，那么就说明他是鬼。说完这些话呢张某就走了，明楚呢就拿着这朵花呢往寺庙方向回去了。一路上很多人看见这朵花笑，那结合刚才说的大家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明楚呢就觉得今天又吃了别人的东西，又拿着别人的花好像是不太好的，所以呢就把这朵花呢扔在这个寺庙门口的沟里了，然后呢就回到寺庙里边去了。回去以后呢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昏沉沉的，人呢就像中邪了一样。那后来呢就躺下了，那在服用了一些安魂的药物以后呢逐渐的苏醒过来，然后他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告诉了其他的人其他人听了以后呢就马上冲出去看这沟里的那朵花，才发现那朵花呢其实是一只死人的手。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不义之财万万不能碰啊。然后说心中有鬼啊，我们经常看见一个人说，哎，他做了坏事儿，他肯定心中有鬼。那这个心中有鬼啊，指的就是膏肓鬼。因为在这个古代呢，把心腹这个位置叫做膏，把那个隔膜呢叫做肓，那合在一起呢就叫膏肓。那我们有一个成语嘛，叫病入膏肓，就是指的那个膏肓啊。有的说法呢，说的是一个人呢，他做了坏事以后啊，他就会在他膏肓那个位置呢生成一种鬼，那这个鬼呢就叫做膏肓鬼。所以呢，大家别做坏事儿，坦坦荡荡生活。以上就是我关于《冥界百鬼》这本书里边几个故事的分享。那如果有其他相关的故事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